她是全校闻名的病娇大小姐，也是书里最大的反派，占有欲能吞天噬地，谁碰她的东西谁倒霉。而我为了凑齐手术费，接了个时薪1万的家教活，任务很简单，那就是把她送进大学，远离男主，然后拿钱跑路。我每天板着脸讲课，冷得像块冰。我以为他会烦我辞退我，可高考结束后，他却把我锁进了他的千平别墅，笑得天真又病态。老师，你每天都来陪我，不就是喜欢我吗？以后别走了，我养你一辈子，好不好？此时中介老王伸出一根手指头，时薪1万，1万！我差点以为他下一秒就要管我要烟了。王哥，你别开玩笑！我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声音干涩。我妈手术还差40万，火烧眉毛呢，谁跟你开玩笑了？老王把那根手指头戳到我脸上，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江哲，就问你一句，干不干？全款预付40万，正好够你妈的手术费，条件是辅导一个高3的女孩，直到高考结束。我脑子嗡的一声，天上掉馅饼了，而且还是个镶钻的40万大馅饼，正好砸我脑门上。求生的本能让我瞬间冷静下来。什么样的学生需要这个价位的家教？老王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收回手，喝了口茶，才缓缓吐出2个字：苏英。我的心咯噔一下，直接沉到了谷底。苏英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学校，不，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所有高中生来说，都是一个禁忌。她是首富苏振华的独生女，长着一张天使般纯洁无瑕的脸蛋，成绩却是魔鬼见了都要摇头的水平。当然，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个占有欲爆棚的病娇。曾经有个男生给她递了封情书，第2天，那个男生的书包、课本，连带着他暗恋的隔壁班女孩的头发，都被人用剪刀剪得稀碎。还有个不开眼的富二代想追她，仗着家里有钱，天天送花送礼物。结果没过1个星期，他家的公司就遭到了苏家的疯狂打压，股票跌停，差点破产。而我，一个倒霉的穿书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女人的可怕。在这本我看过的校园小说里，苏英就是最大的反派女配。她会疯狂地迷恋上阳光开朗的男主角林凡，然后用尽一切手段去打压、伤害所有出现在林凡身边的女性，最终在男女主的联手下，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而我江哲，一个连姓名都没在书里出现过的路人甲，现在要去给这个女魔头当家教，这不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吗？我刚想拒绝，老王就把一份合同推了过来，上面40万的数字红得刺眼。我妈躺在病床上，那双因为操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瞬间浮现在我眼前，左是死，右也是死，这是一道无解的送命题。干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死就死吧，富贵险中求。为了我妈，别说给病娇当家教，就是去地府给阎王爷讲函数，我也认了。我迅速在脑子里制定了一套求生法则：保持距离，绝对的物理和心理距离。第2，不苟言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教学机器。第3，任务导向，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成绩提上去，让他顺利考上一个离男主林凡10万8千里的大学。只要他不跟男主产生交集，那后面的剧情就与我无关。高考一结束，我立刻拿钱跑路，从此人间蒸发。完美，签下合同，按下手印。我看着账户里瞬间多出来的40万，心里那块大石头落了地，却又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这钱怕不是有点烫手。第2天，我按照合同上的地址，站在了一座宛如欧洲古堡的巨大别墅前，2个黑西装保镖跟门神似的处在门口，眼神锐利的上下打量我，仿佛在检查我身上是不是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面无表情地递上合同，通报确认放行。一整套流程下来，我感觉自己不是来当家教的，倒像是来探监的。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领着我穿过大的能开运动会的前院，走进别墅。里面的装修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就把卢浮宫搬回家的风格。我心里疯狂吐槽，脸上却稳如老狗。我是教学机器，我没有感情，这些庸俗的金钱腐蚀不了我。管家把我领到2楼一间卧室门口，敲了敲门：小姐，家教老师到了。里面传来一个懒洋洋又带着点不耐烦的少女声音：让他滚。管家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对我做了个抱歉的口型。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书里写过，苏英对他爸请来的家教向来都是3分钟赶跑的纪录保持者。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房间很大，装修是粉嫩的公主风，跟他那魔鬼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苏英正侧躺在床上，穿着一身丝质的睡裙，2条白的晃眼的大长腿随意的交叠着，她手里拿着一本漫画，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说了让他滚，你听不懂人话。我径直走到书桌前，放下背包，拿出我的教案和一打试卷。苏小姐，我叫江哲，是你未来3个月的数学家教。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根据合同，如果因为你的个人原因导致教学无法进行，你父亲预付的40万，我依然有权拿走，并且我会如实向他汇报你的学习态度。床上的少女终于有了反应，她慢慢坐起来，那本漫画书从她腿上滑落，我这才看清她的脸，很漂亮，是那种极具攻击性的漂亮。她的眼角微微上翘，带着天生的傲慢和疏离，但偏偏嘴唇又饱满红润，透着一股无辜的诱惑。她赤着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一步步向我走来，一股淡淡的馨香钻进我的鼻腔。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后背紧紧贴住了冰冷的书桌。你不怕我？她在我面前站定，微微歪着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她的个子很高，只比我矮半个头，这样近的距离，压迫感十足。我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没有丝毫动弹。我只负责教你数学，收钱办事，与怕不怕无关。之前的那些家教，要么看到我就脸红，要么被我一句话就吓跑了。
他伸出一根手指想戳我的胸口，我立刻侧身躲开，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苏小姐，请自重。我拿起桌上的一份试卷，这是上次的摸底考卷，150分，你考了32分，选择题全选 C， 能拿到这个分数，说明你的运气不错。我的语气就像在宣读一份尸检报告。苏英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我没理会他，继续说，我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晚上7点到10点是我们的补习时间，在此期间，你的手机、电脑、漫画书，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东西，我都会没收。另外，我顿了顿，看着他那双渐渐眯起来的眼睛，补充了最后一条，为了保证教学效率，我要求我们之间保持至少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并且禁止一切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和私人问题。你凭什么管我？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大小姐的脾气上来了，就凭你爸付了我40万。我平静地回视他，而我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空气安静的可怕，我甚至能听到他轻轻的呼吸声。我以为他下一秒就要爆发，叫保镖把我扔出去。然而几秒钟后，他忽然笑了，那笑容像冰雪初融，又像毒蛇吐信，有意思。他舔了舔嘴唇，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名为猎奇的光芒。好，我答应你，姜老师。他特意加重了老师2个字，我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更浓了。这剧本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苏英这个女魔头根本就没安好心，她嘴上答应了我的所有规矩，行动上却在疯狂试探我这条底线的弹性。第一天，她穿着性感的真丝吊带裙给我开门，2条大长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目不斜视，直接把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拍在她面前。苏小姐，我们开始吧，今天讲函数。她大概是想用美色腐蚀我这个革命意志坚定的教学机器，可惜我满脑子都是她把人剪成稀巴烂的剧情。别说美色了，她在我眼里就是一具会走路的带刀骷髅。第二天，她又换了招数，在我讲题的时候，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总是不看黑板，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姜老师，你长得真好看，比我们学校的校草还帅。我头也没抬，谢谢。这道题的辅助线你看懂了吗？姜老师，你有女朋友吗？没有。下一题，姜老师，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终于停下笔，抬头看着她，面无表情地推了推眼镜。苏小姐，我们好像签过协议，禁止提问私人问题。如果你继续浪费时间，我不介意把每天的补习延长到11点。她立刻瘪了嘴，像只被戳破的气球，粘了下去。我心里冷笑，小样儿，跟我斗？我可是把反派的自我修养刻在骨子里的人。我以为我的铜墙铁壁已经让他无计可施，直到第3天，那天我照常给他讲解析几何，讲到一道复杂的轨迹方程时，我听见他嘶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转过头，只见他正捂着手，漂亮的眉毛痛苦地拧在一起。桌上一杯刚泡好的热咖啡翻了，褐色的液体流了一桌子，而他的手背上已经红了一片。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了，书里的经典剧情。原文里，苏英就是用这招苦肉计来试探那些对他有企图的男人。一旦有男人表现出过度的关心和紧张，又是吹又是揉的，那他就会立刻被苏英划入可以玩弄的舔狗行列，下场凄惨。而男主林凡当时就是因为冷静地帮他处理了伤口，既表达了关心，又保持了距离，才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当然不能像那些舔狗一样扑上去，但我也不想学男主，引起他任何不必要的注意。我的目标是当个隐形人。电光火石之间，我脑子里已经闪过了18套应对方案，最终我选择了最机械、最冷漠也最安全的一种。我拿出手机，按下了管家的呼叫键，然后用一种毫无感情波动的声音对着空气背诵道：根据家庭急救手册第3章第2节，轻度烫伤应立即用流动的冷水冲洗至少20分钟，以达到降温和减轻疼痛的目的。切勿涂抹牙膏、酱油等物品，以免引起感染。如有水泡，切勿自行挑破，建议尽快就医。背完，我挂断电话，指了指门口，管家马上就到，你可以去处理一下。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道题的思路再想一遍。说完，我就转过身，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起来，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小插曲。身后死一般的寂静，我能感觉到苏英的目光像2道 X 光，要把我的后背射穿。完了，演砸了，我是不是表现得太冷血了？这女人不会恼羞成怒，直接叫人把我拖出去活埋了吧？我心里七上八下，手心都冒出了冷汗，但脸上依旧维持着那副默哀老子的冰山表情。就在我以为自己小命休矣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极轻的嗤笑，然后是他那带着一丝玩味的声音：姜老师，你这人真有意思。我一愣，有意思？这他妈是什么神仙展开？我僵硬地回过头，正对上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厌恶，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浓厚的兴趣。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关心人的方式是背急救手册的。我心里警铃大作，大姐，我那不是关心，我那是为了自保啊！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算了，跟一个脑回路不正常的病娇有什么好解释的？越解释越错。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自打烫伤事件之后，苏英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她不再用那些低级的手段试探我，反而变得异常配合。我布置的作业，她会按时完成；我讲的知识点，她会认真去听。甚至有一次，她还主动给我倒了杯水。当然，我没敢喝，天知道这女魔头是不是在里面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她的成绩，在我的高压辅导和她那突然被激活的智商下，突飞猛进，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我计划好的方向发展。我甚至开始觉得，高考结束，拿钱跑路，迎娶白富美，划掉，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直到那天，苏英大小姐突然心血来潮，说不想在家里补习，要去外面体验一下民间疾苦。我拗不过她，只好带她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发誓，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咖啡馆里人不多，很安静。
干净，适合学习。我给他圈出了几道重点提醒，让他自己先做。我则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脑子里盘算着我妈出院后的康复计划。就在这时，一个阳光开朗，听着就让人觉得很正道的光的声音在我们桌边响了起来。您好，您的咖啡。我睁开眼，一张帅气的带着几分青涩的脸出现在我面前，那熟悉的眉眼，那标志性的治愈系笑容，我脑子轰的一声，差点没从椅子上滑下去。林凡，原著男主角，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书里写过，男主因为家境贫穷，确实在外面做兼职，但没说是这家咖啡馆啊。我这边还在震惊，那边的林凡已经开始了他的主角光环表演。他把咖啡放在桌上时，手不小心一抖，几滴咖啡溅了出来，正好洒在了苏英那本写满了我心血的错题集上。对不起，对不起。林凡立刻慌了神，手忙脚乱的拿起纸巾就要去擦。我眼睁睁的看着他那只手离苏英越来越近，我的心跳都停了半拍。完了，全完了。按照原著剧情，接下来就是男女主角的第一次相遇。林凡会因为他的善良和莽撞，成功引起苏英的注意，然后苏英就会开启他的狩猎模式，把林凡身边所有的雌性生物都视为敌人。我的40万，我妈的手术，我的小命，一切都将化为泡影。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在林凡的手碰到书本的前一秒，猛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不用了，我的声音冷得像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冻肉。林凡被我吓了一跳，愣愣的看着我。苏英也抬起头，饶有兴致的看着我们俩，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出好戏。我心里把林凡骂了800遍，你个猪队友，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这个时候来给我添乱。我强压着心里的惊涛骇浪，面无表情的对林凡说，书我们会自己处理，你继续工作吧。说完，我抽出几张纸巾，仔细的把书上的咖啡渍吸干，然后把那几页被污染的纸工工整整的撕了下来。做完这一切，我把书推回苏英面前，这几页的题回头我重新给你出。然后我站起身，一把拉住苏英的手腕，这里太吵了，换个地方。说完，我头也不回的拖着他就走，留下一脸懵逼的林凡。直到走出咖啡馆，我才松开手，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总算暂时逃过一劫。我还没来得及庆幸，旁边就传来苏英那悠悠的声音，姜老师。我转过头，他正笑意盈盈的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光芒。你刚才是在吃醋吗？吃醋？我吃你个大头鬼的醋！我那是求生，是自救。我看着他那张写满快承认吧你就是爱上我的脸，脑子飞速运转，不行，必须把他这个危险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我立刻换上一副教导主任的表情，声音都带上了几分严厉。苏英同学，请你搞清楚状况，那个服务员毁掉的是凝聚了我心血的错题集，我生气是应该的。第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盯着一个服务员发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时间很宝贵，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不想因为任何无关紧要的人浪费我们1分1秒。我这番话说的义正言辞，我自己都快信了。然而苏英根本不吃这套，她脸上的笑容反而更深了。她忽然踮起脚，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吐气如兰。老师，你撒谎的样子真可爱，你就是怕我多看别人一眼，对不对？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女人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我所有的自救行为在她那里都变成了爱我的证据？这剧本是哪个精神病写的？彻底崩到姥姥家了吧？经历了咖啡馆惊魂之后，我深刻的意识到必须加快进度。我把每天的补习时间从3个小时延长到了4个小时，习题难度直接从高考级别提升到了奥数竞赛级别。我试图用题海战术榨干苏英所有胡思乱想的精力，然而我低估了她。也许是恋爱，她自认为的使人进步。苏英的脑子跟开了光一样，学习效率高的吓人。我的高压政策非但没有让她退缩，反而让她在成绩上一骑绝尘。与此同时，她对我的攻势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她开始给我送礼物，而且一送就是王炸级别的。第一天是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我上网查了下价格，后面的零多到我数不清，我当场就给退了回去。苏小姐，我只是你的家教，收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她拖着下巴，笑盈盈地看着我，不合适吗？我看挺合适的，戴在你手上一定很好看。我的手机能看时间，我把盒子推得更远了些，而且我们的合同里不包含收礼这一项。她眨了眨眼，没再坚持。第二天，管家送来了一套高定西装，从衬衫到袖扣一应俱全，剪裁和面料都是顶级的。我连盒子都没打开，直接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管家，理由是我穿校服习惯了。第3天，她更直接，甩手给了我一张黑卡，密码是你生日。她轻描淡写地说，随便刷。我看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感觉比一块金砖还烫手。我甚至都来不及吐槽她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我把黑卡推了回去，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苏英，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出来卖的，我来给你当家教，只是为了赚钱给我妈治病，我们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请你不要用这些东西来侮辱我的人格。我这番话说的掷地有声，就差没当场表演一个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以为这下总该让她清醒了吧，我都把话说的这么难听了，她一个天之娇女肯定受不了这种羞辱，然后一气之下把我辞退，到时候我拿着40万走人，计划通。然而我又一次低估了病娇的脑回路。苏英听完我的话，非但没有生气，眼眶反而红了，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动、心疼，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痴迷。江哲，她连名带姓的叫我，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抖。我就知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
你拒绝我的礼物，不是因为你讨厌我，而是因为你。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些，对不对？你想要的是我的心，对不对？我张大了嘴，下巴都快脱臼了。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阅读理解障碍？我哪句话表达出这个意思了？我看着他那副我懂你，我都懂的表情，心里有1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你放心，他忽然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的像是在宣誓，我不会再用这些庸俗的东西来试探你了，我会用行动证明我是真心喜欢你的。说完，他不由分说的把一个保温饭盒塞进了我怀里，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你尝尝，以后每天我都给你做。我抱着那个还温热的饭盒，整个人都石化了。我拒绝了金钱，却得到了一份便当，这他妈算什么？我看着他那双写满期待和爱意的眼睛，第一次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这个女人好像已经彻底沉浸在了她自己幻想出来的爱情故事里，而我就是那个被她强行按上男主角身份的倒霉蛋。自从便当事件后，我的求生之路变得越发艰难。苏英的爱心便当成了我每天的标配，我不敢不吃，因为我亲眼看到她把一个对她做的便当挑3拣4的追求者整到转学。我也不敢说好吃，我怕她会更来劲，于是我每天都像完成任务一样，面无表情的吃完，然后说一句谢谢，多一个字都没有。即便如此，她还是每天都乐此不疲。我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身心俱疲。唯一的慰藉是，离高考越来越近了，我的苦日子就快到头了。可老天爷偏偏不让我安生。那天中午，我刚吃完苏英的便当，正准备去图书馆看会儿书，就被我们班的班花周倩倩给堵住了。周倩倩是我们系的系花，也是原著里男主林凡的众多爱慕者之一。她拦住我，一脸的鄙夷和不屑。江哲，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一脸莫名其妙，我哪种人？为了钱连自尊都不要了，跑去给苏英那个女魔头当哈巴狗。她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路过的同学都听见。听说她还天天给你送饭，怎么吃首富千金的软饭，滋味不错吧？周围立刻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我瞬间成了动物园里被围观的猴子。我眉头紧锁，心里烦躁的不行。我知道这又是书里的剧情，原著里周倩倩就是这么当众羞辱一个试图接近苏英的炮灰，结果被苏英撞见，下场极惨。现在这个炮灰换成了我。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发挥我教学机器的本色，用几句与你无关把他怼回去，一个清冷又带着十足压迫感的声音却在我身后响了起来。你在说谁是哈巴狗？我回头一看，苏英正站在不远处，抱着手臂冷冷地看着这边。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连衣裙，衬得她皮肤雪白，气场全开，像个暗黑系的女王。周围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看热闹的同学吓得立马作鸟兽散。周倩倩的脸唰第一下就白了。苏英，他结结巴巴，一个字都说不完整。完了，这是要开启反派女配的现场教学了吗？我看着周倩倩那副快哭出来的样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跟苏英撇清关系，我不能让她因为我去伤害一个无辜的虽然嘴贱女同学。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让她觉得我需要她的保护。于是我抢在她动手之前往前一步，挡在了周倩倩面前，直视着苏英。苏同学，我刻意用了最生疏的称呼，我们的关系只是纯粹的雇佣合同关系，我的私事我自己会处理，不劳你费心。我这话说的又冷又硬，不带一丝感情。我希望我这种公开划清界限的行为能让他那发热的脑袋稍微冷静一下，让他明白我们不是一路人。周倩倩也愣住了，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恩将仇报。而对面的苏英在听到我的话后，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我心里一喜，有戏，他生气了。只要他一生气，觉得我不知好歹，我们的合同就……然而下一秒他却笑了，他绕过我，走到瑟瑟发抖的周倩倩面前，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你说的对，有些人就是喜欢当哈巴狗。他的动作很轻，声音很柔，但周倩倩却吓得魂都没了。然后苏英转过身，当着所有人的面极其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姿态亲密的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可是怎么办呢？他仰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像盛满了星星。我就喜欢他这只不听话的哈巴狗。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得意的低语：老师你真好，为了保护我们的小秘密，宁愿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划清界限。你这种口是心非，拼命为我着想的样子，真是太让我着迷了。我感觉我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我看着周围人那惊掉下巴的表情和周倩倩那副见了鬼的样子，我只想仰天长啸：老天爷，你劈到雷下来，把我收了吧！在经历了公开处刑事件后，江哲彻底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被首富千金包养的小白脸，吃软饭的凤凰男，苏英的新玩具，各种难听的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我身上。我对此一概不理，只要我没有道德，就没人能绑架我。我每天过着3点1线的生活，宿舍、食堂、苏英的别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苏英似乎对我这种忍者神龟的状态非常满意，他觉得我这是在用沉默来守护我们那不存在的爱情，而我只是在等那个决定我命运的日子。高考时间就在我这种近乎自闭的煎熬中一天天过去，终于高考来了。我像个老父亲一样把苏英送进了考场。考前我给他做了最后一次叮嘱，把所有可能会考到的知识点都掰碎了揉烂了喂到他嘴边。记住，遇到难题不要慌，先跳过，把会的都做了。选择题实在不会，就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长短不一就选 B， 参差不齐就选 D。 还有考完一门就忘掉一门，不要对答案。我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苏英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
不说话，直到我词穷，他才忽然开口：“老师，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吗？”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的心莫名其妙的被戳了一下，但理智瞬间占据了上风。这是我逃离这个女魔头的最后的机会，我必须斩断她所有的念想。我后退一步，拉开距离，脸上恢复了那副万年不变的冰山表情。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的工作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正式完成了。苏英同学，祝你前程似锦，以后我们不会再见了。说完，我很下心，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了。我没有回头看他的表情，我怕我一看就会心软，我怕我一看就走不了了。那2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48小时，我没有回学校，直接去了医院。我守在我妈的病床前，寸步不离。我不敢开手机，不敢看新闻，我怕看到任何与苏英有关的消息。我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囚犯，惶惶不可终日。高考结束的铃声通过医院走廊的电视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那一刻，我感觉压在我身上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搬走了，我自由了。当天晚上，老王把尾款打到了我的卡上，40万，一分不少。我第一时间交了手术费，安排好了我妈后续的治疗。我站在医院的走廊尽头，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第一次感觉未来有了盼头。我决定了，等我妈病愈好，我就带她离开这座城市，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苏英、林凡，这本该死的小说都将成为过去。就在我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传来苏英父亲苏振华那沉稳而威严的声音：“是江哲吗？”“苏董，您好。”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强作镇定。苏英这次考得很好，估分能上全国前10的大学，你功不可没，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表示感谢，今晚我在家里设宴，想请你过来吃个便饭。苏振华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威严。我本能的想拒绝，去那个别墅，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可他是我的雇主，是给了我救命钱的恩人，于情于理，这顿散伙饭我似乎都不能不去。而且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他当面说清楚，我跟苏英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瓜葛。好，我听到自己说，我一定到。挂掉电话，我看着窗户玻璃上自己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苦笑了一下。江哲啊，江哲，你总说富贵险中求，可你不知道，有时候求来的不是富贵，而是催命符。怀着一种奔赴刑场的悲壮心情，我再次来到了苏家的别墅。然而今天的别墅和我印象中有些不一样，没有灯火通明，没有宾客满座，整个别墅都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之中，只有几盏地灯散发着幽暗的光。管家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把我领了进去。偌大的客厅里空无一人。苏董呢？我问。老爷和夫人临时有事出国了。管家微微躬身，小姐在餐厅等您。我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攀升到了顶点。出国了，早不出国晚不出国，偏偏今天出国，这他妈是联合起来给我下套啊！我想跑，可2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跟着管家一步步走向那个对我来说如同龙潭虎穴的餐厅。餐厅里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中间还放着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而餐桌的主位上只坐着一个人，苏英。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脸上画着淡妆，在烛光的映衬下，她美得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看到我，她站起身，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甚至可以说是欣喜的笑容。老师，你来了，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毕业派对。她顿了顿，补充道：“只有我们2个人的毕业派对。”我看着她身后那扇被管家悄无声息关上的餐厅大门，听着门锁咔嗒一声轻轻落下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咔嗒一声沉入了无底的深渊。苏英，你爸妈呢？我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们啊，她歪了歪头，笑得天真无邪。他们去环游世界了。临走前，他们把这栋房子还有公司都送给了我，当做我的成年礼物。她一步步向我走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老师，我也给你准备了毕业礼物哦。她在我面前站定，把礼盒递给我，我没有接，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野兽。苏英，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自顾自地打开了礼盒，里面不是手表，不是西装，也不是银行卡，而是一串钥匙和一份房产证，别墅的钥匙，还有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她把钥匙塞进我冰冷的手里，然后拿起房产证，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看，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你再也不用住宿舍，再也不用为了钱发愁了，我会养你一辈子，好不好？她的声音温柔的像在念一首情诗，可我听在耳朵里却像是魔鬼的低语。我猛地甩开她的手，钥匙和房产证散落一地。你疯了！我冲着她怒吼，我受够了。苏英，我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我给你当家教只是为了钱，钱你懂吗？现在合同结束了，钱我拿到了，我们之间两清了，放我走。我把我心里所有的恐惧、压抑和愤怒都吼了出来。我以为我的这番话足以击碎她所有的幻想，然而她只是静静的听着，脸上那温柔的笑容没有丝毫改变。等我吼完，她才轻轻的叹了口气，眼神里充满了怜惜。老师，她说你又在说谎了，你总是这么口是心非。不过没关系。她拍了拍手，餐厅的门被推开，2个穿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的保镖走了进来。我瞬间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后跟，只有这样，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眼神痴迷而疯狂。生米煮成熟饭，你就再也不会想着离开我了。我被关起来了，不是什么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而是苏英那间巨大的、充满着粉色泡泡的公主房。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柔软的大床，甚至还有一个能看到整个花园的小阳台。但阳台上焊接着比我胳膊还粗的合金防盗网，窗户用的是银行级别的防弹玻璃，房门是需要密码和指纹才能打开的智能锁，而密码和指纹都只有苏英一个人知道。这里是一个用黄金和钻石打造的华丽的牢笼，我成了她圈养的金丝雀。一开始我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反抗，我绝食，然后
后他就捏着我的下巴，用嘴对嘴的方式强行将流食一点点嘟进我的嘴里，那种混杂着他气息的屈辱感，比饿肚子更让我难受。我试着砸东西，房间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被我砸了个遍，结果第二天管家就会送来一模一样的，甚至更贵的东西，重新摆好。而苏英只会心疼的抱着我说：“老师，别伤到自己。”我用沉默对抗他，我可以一整天都不跟他说一句话，他也不生气，就那么静静的坐在我身边，给我念书，讲他在公司遇到的趣事，或者干脆就只是看着我那份无边无际的孤独和他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目光，比任何酷刑都更磨人。我终于明白，物理上的反抗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享受的或许就是这种驯服我的过程。我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是从哪里开始错的？是我不该接下这份工作，还是我不该在咖啡馆拦住那个该死的男主角？又或者从我踏进这栋别墅的第一天起，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像只八爪鱼似的抱着我睡觉，鼻尖萦绕着他发间的清香，感受着怀里温热柔软的身体。我可耻的发现，我竟然已经有些习惯了。黑暗中，我忽然开口，声音沙哑：“苏英。”他立刻就醒了，声音里带着一丝欣喜。这是我被关起来之后第一次主动叫他的名字。你到底喜欢我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我穷，脾气差，还一直对他冷言冷语，他到底看上我哪点了？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他往我怀里钻了钻，声音带着满足的喟叹：“我喜欢你的一切，我喜欢你板着脸给我讲题的样子，好像全世界只有数学最重要。我喜欢你嘴上说着讨厌我，却在我被烫伤的时候比谁都紧张。我喜欢你为了不让我看别的男生，霸道的把我从咖啡馆拖走。我喜欢你明明在乎我，却要装作不在乎，拒绝我所有的礼物。他将我所有为了自保而做出的行为，都用他那套病态的逻辑解读成了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我听着只觉得荒谬，甚至有点想笑。原来在他眼里，我竟然是这么一个深情的人设。老师，他忽然抬起头，在黑暗中准确地找到了我的嘴唇，轻轻吻了一下。你不用再伪装了，在这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爱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一丝无法言说的动摇。我意识到，我逃离了剧情，却没能逃离这个为我量身打造的名为的牢笼。我放弃了抵抗，不是认命，而是一种策略。我发现，我越是反抗，苏英就越是兴奋。他那套你越反抗就越爱我的逻辑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撼动。既然如此，我不如顺着他。也许当我变得乖巧，不再有挑战性的时候，他就会对我失去兴趣了。我开始主动吃饭，主动跟他说话，甚至在他看文件的时候，会主动给他倒杯水。我的顺从效果显著，苏英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开心了。他不再用那种近乎监视的目光时时刻刻的盯着我，甚至允许我在别墅的1楼自由活动。当然，大门依旧是禁区。这天，他破天荒的没有去公司，说要在家陪我。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他忽然从身后抱住我，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老师，我们来看个东西，好不好？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一个平板电脑塞到了我手里，屏幕上是一个被加密的文件夹，他献宝似的输入了一长串密码，是我的生日。文件夹打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视频和照片。我点开第一个视频，画面是别墅门口的监控，时间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当家教的那天。视频里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背着一个旧书包，脸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全都是我在书桌前讲课的样子，我在咖啡馆拉着他走的样子，我在学校食堂面无表情吃便当的样子，甚至还有我送他去考场转身离开时那落寞，我自己觉得是解脱的背影。所有的视频都是从各种刁钻的角度偷拍的，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个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监视我了？你看，她指着屏幕上我冷着脸拒绝周倩倩搭讪的画面，声音里满是甜蜜。你为了我拒绝了你们学校的系花。她又滑到下一张照片，是我在图书馆看书时皱着眉头的样子。你那时候一定是在想我，对不对？所以才那么苦恼。大姐，我那时候是在筹我妈的手术费。她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一张张的向我展示着她所谓的证据。还有这个，她点开一段音频，里面是我和中介老王的对话。我妈手术还差40万，我烧眉毛呢，干了。我听到自己那嘶哑又决绝的声音，我愣住了。她连这个都知道。苏英关掉音频，转到我面前，蹲下身，仰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含着泪光，亮得惊人。江哲，你别骗我了，你根本不是为了钱，你是知道我需要一个家教，所以才故意找到王叔，让他给你这个机会，对不对？你怕我爸不同意，所以才编造了需要钱给你妈妈治病的借口。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却什么都不说，你那么早就爱上我了，为什么还要跑？我的大脑彻底宕机了。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感动和心疼的脸，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难道我真的是个深情男主？只是我自己不知道。不可能，我明明是为了活命，可他这套逻辑却该死的能自圆其说，从起因到过程再到结果，每一个环节都被他用这个字完美的串联了起来。我看着他，嘴巴张了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发现任何的解释，在他的这套逻辑闭环面前，都只会成为新的证据，证明我爱的有多么口是心非。日子就在这种扭曲的甜蜜和无法辩驳的荒谬中，一天天地过去，我几乎快要习惯这种被圈养的宠物生活。苏英对我好的没话说，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不吃香菜，喜欢靠窗的位置，睡觉时要完全的黑暗。他会亲自下厨，学着做我爱吃的菜，虽然一开始差点把价值几百万的厨房给点了。他会在我失眠的时候抱着我，轻轻哼着我小时候听过的摇篮曲。除了自由，他给了我一切。有时候我看着他熟睡时恬静的侧脸，心里会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没有那本该死的小说，没有那些先入为主的恐惧，在学校里这样一个漂亮、聪明、除了脑回路又对我如此痴情的女孩子主动追求我会动心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开始反思，我对她的恐惧到底是因为她病娇的属性，还是因为我预知了她作为反派的结局？现在剧情已经被我亲手带歪到了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向。他没有去纠缠男主，反而把我这个路人甲当成了全世界。那他还是那个会家破人亡的反派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的那座冰山正在一点点地融
话。这天晚上，他从公司回来，身上带着一丝疲惫。最近苏氏集团好像遇到了点麻烦，是原助理。男主角崭露头角，打响的第一枪，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像往常一样抱着我，把脸埋在我的胸口，汲取着温暖。老师，他闷闷地说，我有点累。我鬼使神差的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那就早点睡吧。这是我被囚禁以来第一次对他表现出温柔，怀里的人明显一僵。随即我感觉胸口湿了一片，他哭了，却又在笑，整个人像只无尾熊一样挂在我身上，又亲又蹭。江哲，江哲，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名字，好像生怕这是一场梦，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那一晚他折腾了很久，第二天醒来，我头痛欲裂，浑身像是被卡车碾过。身边苏英睡得正香，面色红润，嘴角还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我僵硬地转动眼球，看着雪白床单上那抹刺眼的红色。完了，我跟这个女魔头真的发生了这种关系。原著剧情里我只是个路人甲，现在我睡了书里最大的反派，我的结局还会是安然无恙的消失吗？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苏英醒了，她像只小猫一样把头埋在我的胸口，蹭了蹭，感受着她的依赖和那份不正常的满足。我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突然就断了。事到如今，反派都是我的人了，还怕个鸟？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不了就是一死。我深吸一口气，主动抱住了她。苏英，我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沙哑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别叫我老师了，叫我江哲。我彻底躺平了。自从那晚之后，我放弃了所有逃跑的念头，开始心安理得的当起了苏英的笼中雀。他去公司处理那些焦头烂额的商业战争，而我则在家里研究菜谱，琢磨着怎么把他的胃养得更雕冶。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模式，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从背后抱住我，像只讨食的小猫。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糖醋排骨，你弟最爱，最爱的不是排骨，是你。他总能面不改色地讲述这些死去的人的情话，而我也从一开始的全身僵硬，到现在的习以为常。有时我神智会回一句，知道了，吃饭吃饭。苏英的商业才能远比书里描绘的要厉害，没有了爱情的牵绊，他把所有的精力和偏执都用在了事业上。原著男主林凡那点初出茅庐的商业手段，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没过几个月，那个究竟应该是上升的商业新贵就被苏英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灰溜溜的带着他的女主角离开了这座城市。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给我养的多肉浇水。苏英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语气里带着一丝小女孩的炫耀。那个叫林凡的以后再也不会来烦我们了。我了一声，拨弄了腹部多肉肥厚的叶片。那个曾经让我憧憬之如虎的男主角就这么悄无声息的退出了我的视线，而我这条路人甲却鸠占鹊巢，活成了他曾经的样子，甚至比他活得更好。真是世事无常。这天是我22岁的生日，我以为苏英忘记了，因为她一整天都在公司忙。晚上我随便下了碗面条，刚准备吃，别墅的门开了，苏英回来了，她手里举着一个巨大的蛋糕，男友跟着2个搬运工举着一个工具的3角钢琴。生日快乐，江哲。她把蛋糕放在桌面上，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我记得你说过，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个钢琴家。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那是我很久以前无意中记下她提过的一句话，没想到她竟然知道了。那天晚上她没有让我碰她，相反换上了一件白色的纱裙，坐在钢琴前为我弹了一首《致爱丽丝》，弹得磕磕巴巴，错漏百出，可我却听得红了眼睑。弹完，她走到我面前，从背后拿出一份文件，还有一个红色的很刺眼的小本本。江哲，她把东西塞进了我的手中，一眨眼就紧张起来。我们的家教指令急极了，现在你愿意签一份一生合同吗？我低头，手中的是一张签好她名字的结婚证。我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笑了，我把她拉进怀里，低低的头吻住了她的唇。好，我听到自己说，苏小姐，余生请多指教，毕竟提交新合同的报酬是她的一生，而我江哲则是一位有职业道德的好老师。